嗨，大家好。今天我开着车从番禺这边呢走了一段京珠西线高速，就来到了中山。现在呢，我停车的这个地方啊，是我看一看什么地方啊，算是一个湿地公园吧。翠亨国家湿地公园必到。但我不清楚这个地方给不给进啊，看来是不行的，是有门禁的啊。那就到他跟前兜出来吧。好像游过去。算了啊，也不要去挑战了，肯定是不让进的了。不用。我看这个停车场停了不少车，当地人应该还是蛮喜欢到这个湿地公园里面来转一转。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呢，这个湿地公园面积不小，如果要靠走路呢，我估计也不靠谱啊。原本这个地方呢，骑个单车是最容易活动的地方，可惜啊，往往这种地方呢都是设有门禁。虽然是个公园，但并不是谁都可以自由出入的，即便踩着这种小单车也不行。所以呢，我现在看看啊，就干脆骑到马路上，因为我刚刚呢，其实是看到啊，在我开车过来的马路的边上呢，有一片乡野的气息的地方。你看啊，我现在骑行的这一条小河边的路，边上的就是农村了。虽然远处呢也起了很多的高楼，但毕竟呢还是有一些乡野的气息啊。我觉得在这样的小路上，今天呢还算凉快啊，因为这边已经是靠海边了。那我们就在这个小路上呢随意的骑行一下，吹吹微风。今天呢其实特地过来，原本呢就是想走一段从中山到深圳的深中通道啊。但我们首先呢就先来到了中山这边，等一会儿呢我们看看能不能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然后呢就从这边跨深中通道啊，不是骑行啊，是开车去深圳机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经过深中通道的大桥，经过南沙的万顷沙。可惜呢，现在万顷沙到深中通道的这段支线呢还没有建设完成，据说今年年底就要完成，以后就可以连通到南沙了。然后经过这个深中通道呢，往前走就会进入一段海底的隧道。出了隧道呢，就是到了深圳的宝安机场了。大概呢是这样的一个设想。今天来的时候啊，就没有拍这个路况啊，因为这些都是以前走过的路，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必要。但是深中通道这一段呢，我就想着尽可能还是录制一段啊。这也是这些年
广东这边的一个大工程啊，我相信在世界上也是数得上的一个跨海的交通的工程，使得深圳到中山啊，原本跨的一个珠江口，现在呢就因为这样的通道、大桥加隧道呢连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有人呢可能会去算一些账啊，就说你现在花那么多钱，是不是值得啊等等。我觉得呢这些要从将来性考虑啊。据说将来呢甚至还会发展深珠通道啊，就伸到珠海通道。那么现在还在建这个狮子洋通道，就是南沙到东莞那边的通道。总之呢，这个珠江口啊，将来就会由一个 A 字形，就是以前独有的虎门大桥呢，变成了一个 T 字形，从最下面的港珠澳大桥到规划中的深珠通道，再到已经建成的深中通道啊，再到正在建设的狮子洋通道，再往上呢是虎门大桥。虎门大桥上面呢是南沙大桥啊，就你看这个珠江口啊，一个喇叭口，或者说一个 A 字形的这么一个地理结构呢，已经建成了很多条的跨珠江口的大道，并且呢将来会越来越多。我相信10年、20年以后啊，这里一定是中国最发达的、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大湾区的构想。它以广州这座传统的省会城市呢，作为一个中心点，伸出2只脚来啊。一只脚呢就是香港，过来呢是深圳，再过来呢是东莞。另外一只脚呢就是澳门，澳门边上的珠海，然后是中山，然后是佛山，最后也是到广州。最近呢也有新的名词啊，就把这片区域呢，这个 A 字形的区域啊，称作黄金内湾。那无非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是最应该发展或者最有机会发展的区域啊。那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千百年来这里就是珠三角，就是鱼米之乡，也是因为水道纵横、河冲密布啊，并且有很多珠江里面的良港，很早呢就成为对外开放和世界做生意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历史机遇啊，都站在了珠三角这边。可以想象啊，假以时日，这边就会变成像美国湾区一样的富裕的城市群。相信呢，各种新兴的产业啊，尤其是高科技的产业，会在这边茁壮的发展。现在呢，我就沿着这样的一个乡道啊，随意的骑一骑。到了这边的话呢，我就看到有了高架桥。当然，我不知道这个高架桥是不是连通到深中通道的。当我出来的时候看过地图呢，这里离深中通道其实并不远，所以有机会啊，到这种发展的区域来看一看。这边呢，不但有发展的非常好的交通的路网，而且呢，你看啊，它有保留着很多田园的风光、农村的气息啊。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
后来就来到了一片好像只有一些土路的地方了，觉得我还是掉头回去吧。就这种河边啊，这种地方呢，真的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在乡下这个曾经生活过的环境，所以每个人呢都会对童年的一些记忆啊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再加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呢就会多了一些人情味儿，更怀念曾经在小时候啊帮过我们的忙、抚养过我们的长辈。就我经常会想起我的外婆啊，就是在这样的农村，当年啊就是守望着我们当年还是幼小的身体，就在那些小河里面看着我们游泳，她就拿个大木桶在岸边守望啊，就生怕我们出了什么状况，就现在想起来还感到非常的温暖。现在呢，我就来到了一片这种鱼塘的边上啊，我就发现这边养鱼的专业户很多啊。你看现在养鱼跟以前不一样了啊，都是用电弄了一个泵，相信就是给这个鱼塘啊输送氧气，就让这些鱼呢能够生长得更好吧。在这样的一片地方，你可以看看啊，远处呢有一些矮山，天上的云呢，你看哈，虽然有些阴沉，但是呢层次还是比较丰富。就这一路望过去啊，就感觉特别的舒畅。虽然它就是一片农村地带啊，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讲，每天日晒雨淋的在田间劳作，在那些鱼塘里面啊养殖，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你看这边有些池塘呢，把水都抽干了啊，可能还没有放水吧。其实蛮浅的，我估计也就是2-3米那么深。放了水以后呢，可以把鱼苗放进去，投放一些饲料啊，就是这些农民们的聚宝盆了。我就感觉这个池子里面呢，水都已经很少了，是不是已经被荒废了？你看到有很多白色的鸟，这些鸟呢，在这地方觅食。我刚刚来到这边惊扰到它们了。哇，一大群的这些鸟，它们就靠这些水塘里面的浮游生物啊，或者小鱼，作为它们的粮食了啊。虽然今天没有能够去到这边的湿地公园里面骑行，但是呢，我就觉得在这样的乡野的道路上啊，骑行一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更胜于这种人工开辟出来的所谓的公园，因为我觉得这个跟当地人的生活呢更为贴近，它表达的这种乡野的情绪我觉得更为有趣因为呢，我的家人还在湿地公园那边等我，所以呢，我也不能耽误太多的时间让家人等候所以呢，只是把这一段当作等一会儿前往深中通道之前的一个片段，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等一会儿呢，我们会从这边开车找一条路上到深中通道的匝道引桥，然后呢就会开车从中山一直跨过珠江的出海口，按照以前的人说的名字呢，就是你要跨过伶仃洋，还要跨过狮子洋，最后呢才能够去到深圳。其实那边离前海也不远，我们等一会儿看吧，说不定呢到处去转一圈宝安地带然后呢从那边开车回番禺去。不知不觉我刚刚骑过来这一段其实有点路刚刚呢我就从前面那个高架桥的下面那个停车场骑过来的，那边呢就是那个湿地公园的一个大停车场我相信前面看到的这个桥梁应该就是通往深中通道的吧。现在呢，我就快要接近我刚刚骑行出来的那个停车场了，也是意外的，虽然不得其门而入那个湿地公园，但是呢，却有了机会在边上的一段乡间的小道骑行。我的左侧的那条河冲还是非常的有田园的风光。好了，我现在呢就回到停车场去跟我的家人会合。等一会儿呢，我们将在这边出发，前往深圳和中山之间的深中通道那我们就一会儿见。